哇，这里风景真的太好看了！各位朋友，敢相信这是西藏日喀则吗？大家看到前面的这个村庄没有？这个呢是尼泊尔的村庄，然后移到这边就是咱们祖国的村庄。这里呢就是定结县陈塘沟。这是全国最后通公路的乡镇，比林芝墨脱更晚。建在半山腰上的天空之城，行走在云雾缭绕之间，小隐于野，大隐于市，悠然触手可及。这里曾与世隔绝，被称为高原最后的孤岛。现在他渴望更多朋友看到自己艳如桃李的模样。他们的祖辈原本都生活在华夏大地，随着迁移，从西北地方到西南的四川、西藏，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，成为勇敢的夏尔巴人。他们中大部分都跨过喜马拉雅山脉，定居在尼泊尔，一小直路在了喜马拉雅山脉北面。现在是亲爱的同胞，咱们国内的夏尔巴人只有几千，比起尼泊尔，他们的真实生活如何呢？但是刚刚我问了当地的哥哥，他们说就不会，就很安全这里。但是我看着就很陡峭，这个田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这个种出来的，太陡峭了这个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卓玛，我现在在西藏日喀则市中尼边境定结县陈塘镇。这里的陈塘没有哪吒，也不靠海，周围大山把四周围住，形成了一条低海拔的谷沟。这里算是距离尼泊尔最近的乡镇，从陈塘的山上往下看，分流的叫做彭曲和噶玛藏布汇聚，40米左右的宽度隔开了咱们祖国和尼泊尔。如此近的距离，两国人民农田里劳作，时常可以聊聊家常，两国的商品和人潮可以通过口岸来往，街头到处都是尼泊尔人。现在由于防疫，两国交流暂时停了下来。作为西藏的小江南，日喀则陈塘镇直到2020年才彻底结束不通公路的历史，所以过去少有人来过这里，就连西藏本地也少有人知道这里。现在全国的朋友从远处来，跨过一座座高山，终于能看到这个世外桃源。陈塘镇山下的其实是藏嘎村，离山上公路凿，所有住宿、吃饭、便利设施都在山下，所以卓玛觉得也算城区。山上是一陈塘镇学校、政府所在地，其余都是夏尔巴的民居。卓玛吃完一顿丰盛的早餐后，乘车从山下到了山上。走到陈塘镇只有一条公路，两旁房子依山而建，路边停靠的车辆挺多。现在生活好了，有条件也能买车来开。走过镇政府后，到了房子间的羊肠小道，和不少夏尔巴人擦肩而过。小朋友穿着和咱们一样，现在这里可以网购全国的东西。在这个镇里面的村庄就不像西藏其他地方，有点像重庆那种村庄的感觉，就是上坡下坡。经过忽上忽下后，卓玛走到了山坡上。绿油油一片，夏尔巴人的农田很多。我看到后面有村民他们在那里耕地，我觉得这里就特别的原始。像我老家江孜县那边的话，我们就是都是种田啊，都是用要么是马，要么是那种拖拉机那种耕地，反正是机械化嘛。但是这边的话都是人工的。我看这个田就好陡峭呀，就一不小心感觉掉下去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刚刚我问了当地的哥哥，他们说就不会，就很安全这里。他们这边种的是鸡爪谷，还有土豆、玉米那些。大家看到那个山上的村庄没有？那边是夏营地，然后他们就是夏天到那边去，然后冬天再过来。如果境内的夏尔巴人一部分有3套房子，几乎都有最少2套。陈塘镇周围的山上有很多的房子，既是村也是夏尔巴人的居所，不仅仅是种地，也作为一个营地。冬天的陈塘大雪漫山遍野，温度极寒，没有农作就搬到温和的地方，比如陈塘镇或者山下的藏嘎村。为了让夏尔巴朋友生活条件更好，这里城镇的房子一般都是由国家出资修建。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中尼边境的小镇，他们房子上面插满了国旗。
要征服咱们西藏的高山并不容易，下巴人以前上山下山出远门都靠步行，咱们现在走陈塘的山边，壮美的风光里能感受到险峻。最初连接山上山下的步道超过1600级台阶，没有几个小时是走不完的，更别说从陈塘走到下一个镇，用时都是2、3天。下巴人祖祖辈辈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，充分诠释了什么叫高山上的民族。如果你来走走这样的山路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地球造就的大自然的环境决定了咱们以什么方式生活。不过在咱们这里，无论多远都有人记挂你。完全打通陈塘的公路后，把房子修起来，提高了当地的生活水平。同样是隔壁的尼泊尔，并非都有这样的条件。咱们西藏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虽然和内地有点差距。从国内最远的边境距尼泊尔最近的乡镇陈塘来看，一点都不落后。国家为家乡投资了很多，而这些现代化进程方便的是我们，也为全国朋友能更顺畅到达西藏。咱们是一个大家庭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共同努力，西藏更好，祖国更强。西藏日喀则虽然没有拉萨那么知名，也不比岭芝气候宜人，但却是一座有底蕴的城市。在藏地千年长河中，日喀则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在历史的重大事件中，它似乎都作为参与和见证者。所以呢，这也是咱们日喀则值得骄傲的地方。把时间往回看200年左右，夸喀起兵通过吉隆和扎木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，一路到达城市中心，把扎什伦布洗劫一空。十全老诗人乾隆派出大将军福康安，也就是《还珠格格》里面阿康的原型之一。咱们就是说，在青藏高原跑步都是气喘吁吁，而福康安还能冲锋，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。他率军从青海出发，大冬天里伴随高寒和风雪，花了不到2个月，接近50天左右到达拉萨，并击退了夸喀骑兵，收复失地和财物，保卫了祖国的边境安全。现实中的福康安不像电视剧里面那样，心里只有紫薇，还有家国情怀。在日喀则吉隆沟陡峭的岩壁上，他用4字表达了收复边境的功绩：招提避雷，字字铭刻于心。从古代到现在，吉隆都是通往南亚国家的要道。咱们去旅行尼泊尔，大部分都是从吉隆口岸走的。这里到尼泊尔有公路，路程只有10多公里，所以呢，很多尼泊尔人都到中国吉隆来做生意。当然了，日喀则吉隆不仅仅是边境小城，也是咱们国家的宝库哦。自然资源丰富，就像天然的野生动植物博物馆。咱们从日喀则市区出发，经过定结县、定日县、珠穆朗玛自然保护区，再走过日喀则最大的湖泊佩古措，又要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红达拉姆雪山，进入吉隆县，然后咱们去往吉隆镇。路上是一段狭长的山谷，在山谷中行驶，咱们首先要注意碎石，在并不宽阔的道路上一定要慢，安全第一。如果走到这儿刚好是白天，那么两旁的峭壁公路上说不定就能看到野生动物。我后面的这个山上面有很多野生动物，特别多，有一群的。贝贝比如说卓玛当时看到后忍不住惊讶，不过没认出是啥动物，各位朋友能帮忙看看吗？再往前一段时间，海拔越来越低，从荒莲到有绿色点缀，最终看到的就是五彩斑斓、勃勃生机的世外桃源。这里就是吉隆沟腹地。如果从内地到拉萨，再从拉萨到吉隆沟，眼前的景象可能会让你怀疑自己穿越。在西藏呢，有这种大大小小的瀑布有很多。这个瀑布呢是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沟里，也是中尼边境县城吉隆沟里面的一个瀑布。到达吉隆城镇之前，必经的就是眼前的开热瀑布。过去这个高悬的飞瀑会把公路冲塌，现在咱们去看到的就是新修的观景台，把道变成公路桥，这样就能直接流入旁边的吉隆藏布。这条飞瀑就像一条洁白的哈达，365天年年不休，热烈欢迎每一位前来的朋友。黑柳直上3000尺，柳干瀑布大学通。吉隆沟不仅仅是珠穆朗玛峰后花园，更被誉为野生动植物博物馆，数量超过2000种。的就是密叶红豆杉植物，也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。
所以这个我们吉隆这边就是种特别多，所以这个要保护好。没错，红豆杉是全世界公认的稀有植物，属于国家重点一级保护植物，被称为世界植物界的大熊猫。在西藏日喀则吉隆，重点保护植物超过20种以上。这个地方有蚂蟥，但是现在天气很好，应该很少。但是下雨的话就会很多。我现在就是全身有点麻，我害怕。我在前面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郡，这个郡叫喇叭郡。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吃，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乱吃蘑菇。哦，这个真的好像喇叭耶，好漂亮。在这种地方，这种菌就是很好看的菌非常多，但是大家不要去乱吃哦，不然你就长板板了。这个树呢叫青冈树，一般松茸呀还有灵芝那些都可以长在这个树下面，要不去看一看？很多朋友一定好奇，为啥西藏日喀则也有这样的地方呢？因为喜马拉雅山脉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流，导致日喀则很多地方看起来都比较荒凉。而吉隆沟正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条裂谷，获得了水汽滋润，自然就成了植物天堂。和吉隆沟一样的还有日喀则亚东沟、陈塘沟、扎木沟、噶玛沟等地。容易不想放弃，就像我说的，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。我后面这个树呢是野生花椒树，这个呢是纯野生的。各位朋友到吉隆来玩，一定注意不要带火，这里的野生保护植物太多。不过卓玛不是植物专家，当时没有拍到更多的珍稀植物，也可能有的不认识。除此之外，吉隆有雪豹、豹猫、金钱豹等，还有卓玛一直想拍到的猞猁。下次再去吉隆，争取多拍拍宝贵的自然资源，看看咱们的财富。现在已经快进入冬天了，日喀则吉隆沟呢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下，所以呢下雪之后也会有封山的情况。冬天要准备好防滑链，夏天要注意泥石流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哦。有时候走在路上，常常能看见路边峡谷出来的各种野生动物。咱们在车上时还看到了一种野兽从公路窜到丛林中，它又像狐狸又像狗，也有点像狼。卓玛刚开始就没有认出来，因为第一次见。各位朋友知道是什么动物吗？